今天我们聊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墨子。都说墨子他是一个穿越式的人物，他仿佛来自于未来的某个时期，然后回到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，极力反对儒家，还创造出一种神秘的文化思想，试图改变历史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五胡乱华、鸦片战争等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举几个例子。时间我们回到大约2300多年前，那是一个混沌认知、用冷兵器争夺土地的时期。墨子就直接能够提出世界上最早的宇宙时空论。他说时间最小的单位叫做时，而物质最小的单位叫做端，都是不可分割的单位，并且他还和他的弟子做出世界最早针孔成像实验，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，还有力的作用、杠杆原理等等一系列的那个时代本不应该出现的理论。这可要比西方的科学家爱因斯坦、伽利略要早上1000多年，而且这些还是墨子的冰山一角。除了时间、空间、物理学的概念，墨子还提出不少数学的概念，比如2是从倍数的定义，十进制、相合、相连、相切、穷、无穷小、无穷大，这些理论都做了定义和阐述。但是关于墨子在那个时期他是根据什么灵感阐述的这些理论，没有人知道。除了这些墨家集团在墨子的带领下，当时还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军火商，可以给任何一个国家提供强悍的守城武器。墨家弟子几百人就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走向，墨家弟子可以完全的做到一声令下，无畏生死的超强信念。而墨家的老大墨子在当时那个年代，除了做一系列穿越式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非凡之事，就是反对儒家。墨家坚信儒家的思想有毒，墨家在先秦的时期就说过，如果日后都学你们儒家思想，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，历史就会停滞不前，荒废生产，早晚都会被外族所欺负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这张图，这是考古发现的秦国箭头。经过检测，秦弩箭头的3个面最小的误差值居然能达到 0.02 毫米，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机床的加工精度。我们都知道秦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，但是却建设了始皇陵、秦长城、都江堰、郑国渠、阿房宫等这些逆天工程。除此之外，我国的地层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问题，我们的历史战国和秦国的居民大多数使用的是瓦房，而汉代以后的2000年里，平民居住的都是茅草房，直到近代才重新恢复到汉朝之前的瓦房自由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我们在汉代到清朝会进步的如此之慢？我们不仅有5000年的发展历史，还是人口大国，为什么在近代历史和后起之秀签下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款呢？大家都会说，因为慈禧太后闭关锁国，这个呢最多就是个导火索。今天我们要说它背后的根本原因，可以回到墨子那句话，如果后人都学你们儒家，就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。了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汉朝之前的2000年的历史，没有哪个草原民族敢欺负我们，战国七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吊打匈奴，而到了秦朝更是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，扩大了版图。而汉朝之后的2000年历史，草原民族我们居然打不过了。最为典型的呢，就是五胡乱华，匈奴、鲜卑、接地羌纷纷杀入中原，当时汉族几乎被。为什么之前我们能打得过草原民族，之后就不行了？因为儒家笼罩的社会，为了护卫皇权，根本无法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。比如儒家提出的守孝制度，父母死后要守孝3年，兄弟姐妹1年，重要亲属1年，并且在守孝期间不允许你参加任何的劳动，而在守孝期间内要对死者如同活着一般，这才能证明对死者的尊重。我们要知道，古代我们平均人的寿命也就只有30-40岁，而就这样一个制度，足以让老百姓荒废生产，并且在当时儒家笼罩的社会里，不当孝子根本就不行，会被人看不起。这就导致老百姓荒废生产，连年饥荒，粮食根本不够吃，老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，个个面黄肌瘦，所以就打不过人高马大的外族。除了守孝时间不允许参加任何的劳动，儒家还提倡要厚葬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无论你这个家庭有没有钱，砸锅卖铁不吃饭也要厚葬。有人说呢，这是和孔子的身份有关，孔子当年就是以殡葬为业，还当过库官小吏，而儒这个字也是代表祭祀的。而墨子说这个制度足以丧天下也，所以墨家提出的就是节葬，要反对儒家提出的任何思想，说儒家就是愚蠢之极。厚葬以及守孝制度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，让死去的人在折磨活着的人。父母死后要节葬，快速恢复到生产当中，强本节用，强本是努力工作赚钱，让自己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而这个制度还是冰山一角。儒家更是为了护卫皇权，还要将人分成等级，构建等级社会。士农工商就是这么来的，到今天也是深入骨髓。除了士农工商还要提倡官民分等，男女分等，一切都要分等级。而皇权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这天下的王世袭之，不看能力，只认血脉，哪怕太子是个傻子，未来也能当上这天下的王。
我们先分析这个等级社会带来的坏处。士农工商导致商人创业者在历史上地位极其低下。就说今天一个吃公粮的人，哪怕工资再低，他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你就去感谢孔子吧。官民分等导致官官相护，老百姓几乎没有正义可言，打不赢官司郁郁而终。男女分等让女性地位极其低下，传世宝典《论语》上清楚的记载，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把女子和小人并列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在歧视女性吗？还能有什么解释？而《论语》我们居然一学就学了2000多年，被视为传世珍宝。而裹脚这种陋习在我们的历史上也存在了1000多年，我们可以上网了解一下裹脚是如何进行的，将女人的脚趾直接弄断碾压在一起，还说什么3寸金莲，这简直就是荒诞。当国人觉醒之时，一定会把儒家文化连根拔起。但是对以上的阐述，我们再看墨子是怎么说的。墨子的兼爱非攻，我们都知道，兼爱就是反对这种等级社会，主张的是人人平等，无论你当官还是商人，不要有什么高低之分，这样才能调动底层老百姓的积极性，做到更好的创新。没有创新哪来的进步？除了兼爱非攻，还有上贤和上同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这天下的王要看能力而不是血脉，要选择有能力的君王，我们一起拥护他，这个国家才会进步，并且还要做到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这样才能约束君王，防止做到一家独大的局面，限制发展。当年东边的小日子就是依靠墨家文化的一部分，他发动了明治维新，摇身一变亚洲第一，世界列强。这难道不就是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明显的区别所在吗？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说。儒家还提出分完等级之后还要提倡人要信命，贫苦百姓家的孩子一辈子都不要想着翻身，让你没有资源，包括你的下一代、祖孙3代、世世代代。也就是贵族他永远都是贵族，而奴隶永远都是奴隶。而如果你出生贵族，亦复如此。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咱家就这样了，你以后还能有啥出息吗？这就是坚信儒家文化给你做的定向。刚才我们说儒家思想有兼爱非攻，还有上贤上同，这还不算完，还有非命，也是反对儒家思想的。墨子提出不仅要信命，还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框定在一个身份里，人定胜天，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所以墨家思想一经问世，迅速积累广泛民众，最高峰墨家弟子可达10万之众，但他们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人，石匠、手工艺者。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，有人说是商鞅变法，有人说是依靠秦国的100万雄师，其实这些都是术，不能单独存在。而真正的底层逻辑是秦国无儒。秦国是典型的墨家文化，秦国在弱小的时候被魏国欺负到丢疆弃土，墨家侠客认为这种战争是不义的，就和秦献公合作，10几年秦国的兵力发展变法就成为了最强的国，随后就一统天下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秦弩箭头的生产精细程度和那几大逆天工程。而在看秦国之后的2000多年的历史，似乎我们都懂了。所以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极力推荐给大家，有翻译有注解，没有阅读障碍，希望每个人都去读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，认字了就要看墨子，而不是所谓的那些4书5经，这样呢才对未来帮助非常大。